山林迎新夜。在台湾的大专院校里，迎新宿营是一场几乎是学生时期最期待也最难忘的活动。对大一新生而言，这是踏入大学生活的第一步，透过团康游戏、夜间萤火、团队合作与学长姐的带领，快速认识未来几年的同学与生活环境。而对活动策划的工作人员与干部而言，这则是一场筹备数月的心血结晶，既热血也充满挑战。那年秋季，我所属的大学社团选择在中部山区的青岭营地举办迎新宿营。这处营地位于山腰，海拔约900公尺，三面被原始林包围，只有一条狭窄的山路通往外界。据地方耆老说，这片山林早年原是日治时期的林业据点，战后一度改为军方医疗设施，专门收容无法送回本岛医院的重伤老兵与患病军人。营地的主体建筑便是当年的病洞，后来随军方撤离而闲置数十年，直到近10年间才由民间单位接手改建，转型为青年活动中心。虽然外观看起来整修过，崭新整洁，但那份古老的味道仍悄悄渗透在墙壁、地板与夜色之中。营地主任姓许，50来岁，面容敦厚，讲话时总带着一点迟疑。他在地服务多年，对这座营地历史如数家珍。我们第一次场勘时，他曾带我们参观宿舍区、餐厅与周边林道，过程中语气一度沉了下来。以前啊，这里晚上比较阴，他用台语这么说。我们笑说他在吓人，他摇摇头，不是吓你们，我自己就遇过几次。他说有一回接近冬天，营的没人使用，他独自留守。某晚10点多，他听见楼上走廊有轮子滚动的声音，以为是清洁工或是误闯的游客。他拿着手电筒上楼巡查，发现3楼走廊尽头有道模糊的白影在移动，还伴随着药水与铁锈混合的气味。他小声喊了几声，没人应答。当他走近时，那声音忽然停下。我走到储藏室门口，那个门自己啪一声打开了，他比划着动作，语气开始发颤。里面漆黑一片，只有一盏早年残留的红色安全灯微弱闪烁。他手电照进去，什么都没有。但就在他转身准备离开时，耳边忽然听见一声嘶哑低语：“主任，帮我开药，好痛。”那声音空灵而贴近，他吓得拔腿就跑。从那之后，他晚上只巡到2楼，3楼他再也不上去，除非白天带人同行。我们当时听了觉得毛骨悚然，却也无法证实真假。活动第一天进行得十分顺利，白天有团康破冰、定向越野与野炊挑战，夜晚则在主广场举办热闹非凡的萤火晚会。学生们围着火堆唱歌跳舞，彼此笑闹不休。直到深夜10点，学生回到各自宿舍准备休息，我们工作人员则在厨房后方稍作休息。我、总召、2位学长和几位工读生围着一壶热茶，谈论着今天活动的流程与明天的安排。气氛放松下来后，有人开启了闲聊话题。你们知道这里以前是疗养所吧？戴眼镜的活动组学长一边抽烟一边说，语气低沉。我上次来场勘的时候，营地主任跟我讲过一件怪事。又要讲鬼故事了哦。一旁的女干部笑了笑，但还是凑近了些。学长点点头。主任说他偶尔夜巡时，会在走廊尽头看到有人影推着推车，像是在送药。可这里早就没设医护士了。有可能是工作人员啊。他说那个人穿的不像我们，就是护士制服，白色长裙，头上还戴帽子。那个年代的样子。我们几人相视无语。这时，一位曾参加过去年宿营的工读生也小声补充，我去年夜巡时，3楼的厕所门自己打开，里头没人，但里面好像有声音，一直在说话，很轻很轻，好像在喊痛。空气顿时沉默。我们没再多说什么，只觉得夜风似乎比刚才更凉了一些。总召提醒大家时间不早，该分头去巡房，确认学生是否都在宿舍休息。
我和工读生小袁负责最靠近山边的 A 栋宿舍。A 栋3层楼，外观虽经过修缮，但楼梯与地板仍保留老木材结构，走起来吱嘎作响。夜里只剩手电筒的光，我们一层层检查房间，确保学生人数正确。当我们来到3楼时，听见尽头公共厕所传来微弱的声音。你有听到吗？小袁小声问。我点点头，那声音细微如蚊，但确实存在，像是低低的呻吟，还夹杂着些许呢喃。会不会有学生不舒服？我走向厕所，推门一看，里头却是黑的，空无一人。只有角落的水龙头滴着水，一滴一滴，声音在静夜中格外清晰。走吧，我说，巡完就回去。正当我们准备转身离开，走廊深处传来一声金属碰撞的声响，咔啦。接着是规律又缓慢的吱嘎吱嘎声。我们转头，看见走廊转角，一名女子正推着一辆金属药车朝我们走来。她穿着泛黄的白色护士制服，长发披肩，头微垂，脸被阴影遮住，看不清模样。推车上的玻璃瓶轻轻碰撞，发出不协调的清脆声响，还有一股淡淡的药味与铁锈味。更诡异的是，随着她接近，空气中传来一连串压抑的痛苦呻吟声，仿佛许多病人在耳边低语：好痛，救我，好冷。我与小袁当场僵住，无法动弹。女子缓缓从我们面前经过，推车滚轮与木板的摩擦，声音刺耳的令人牙酸。她没有看我们，脚步一致，最后停在储藏室门口，轻轻推门进去，门板无声关闭。你看见了吧？小袁脸色发白，颤抖地说。我点头，拉着她快步下楼。我们回到厨房时，其他巡房小组也陆续回来。诡异的是，每个人的脸色都不太对。有的说在楼梯间听见有人叫名字，有的说巡到最顶层时发现房门被打开又自己关上。气氛压抑，我们草草结束讨论，早早回宿舍休息。隔日清晨，天气出奇的晴朗，鸟鸣不断，学生们像什么都没发生似的开心吃早餐，准备参加最后的晨间活动。活动结束后，全体集合准备下山。当我回到 A 栋收拾物品时，忍不住走向3楼那间储藏室。门关得紧紧的，但我发现门边的木框上多了几道细长的刮痕，像是指甲抠出的痕迹。而在门板下方，一张被压住的纸条微微露出。我抽出来，上面写着一行淡淡的字：请准时服药。我急忙收起纸条，将门轻轻合上，快步下楼。午餐过后，我们登上准备返程的大巴。学生兴奋地回顾这2天的活动，有人唱歌，有人睡觉，阳光从车窗洒落，让人几乎以为昨晚只是梦。巴士缓缓驶离营的，转过山湾那刻，我习惯性回头望了一眼。营地入口的阶梯上，那名护士女子正站在原地，双手搭在推车上，静静看着我们离开。她的脸仍旧模糊不清，但我确定她的嘴角动了动，像是在微笑，或许是道别，也或许是在说我会等你们回来。故事就到这边，喜欢的话别忘了按赞订阅，会持续创作出更多不可思议的故事。我们下次见。